他身穿水手服，一头飘逸的秀发，一个少女的造型，一旦变成狂战士，将成为超高机动 MF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2周不见，有点小激动。这里是解析系列。上一个影片我们看了吉姆的结构解析，按计划应该玩点刺激的，不过看了片头都知道我选了个简单的。點解？我luật咯。當然這是不可能的，我連個律字都唔知點寫，所以從來也沒怕過。那個貼文的評論區我都看完了，大家的選項也記下來了，同時也看到很多暖心的評論，非常感謝大家。放心，那個不是單選題，3個選項都會做，只是一個誰先誰後的順序而已。所以我打算同時開始，那自然最簡單的就會最先出來。好，老樣子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輕鬆愉快的方式，結合動畫講講結構和故事。雖然是簡單的影片，但我的時長是不會很短的，建議你準備點零食，先看個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在未來世紀，由於地球的極度污染，每個國家都開始離開地球，飛往宇宙，也在宇宙空間建立了殖民星。為了避免殖民星之間的鬥毆，所以戰爭模式變成了高達武鬥會。每4年一次，方法很簡單，就2個字：摘抄。由殖民星國家各派出一台 MF， 誰贏了誰就有4年的聯邦主導權。而對於新瑞士來說，梗係唔執輸啦。為了這次高達武鬥會，特地開發了一台非常別樹一格的 MF， 也就是本期我們的主題。GF13050 MSW 諾貝爾高達，從外觀上看，它好像弱不禁風，但那都是誤導對手的，因為在性能上，它跟猛獸一樣，主要走的是高度機動性路線，這也很好的對應駕駛員的特性。新瑞典的駕駛員非常擅長各類高速攻防動作，而他的武器也很有趣，用的是呼啦圈和緞帶，這也體現出機體的柔軟身段。另外，它還搭載了一個特攝系統——狂戰士系統，這是新瑞典的特攝科技，可以直接接收外部的誘導電波，控制駕駛員的精神力，讓它可以直接提升戰鬥力，達到120%的程度。結合機體本身的特性，機動性和攻擊力都可以超乎尋常。在這種能力面前，一般的對手幾乎都在1分鐘內撲街。這種外表柔軟搭配狂暴性能，說它是黑馬一點不過分。畢竟反差戰力沒有人能猜到。好，這麼有趣的機體，我得拉一稀巴拉，稍微猜一下，看看結構部分。開始前聲明一下，這種非 UC 系又接近超級系的高達，懂的都懂，不要太在意結構邏輯性，畢竟顏值才是正義。另外，高達武鬥傳的資料本來就少，諾貝爾高達的資料更少，所以有資料的我們就講，沒資料的我們就當沒看到。本期的影片我們輕鬆點，隨便點，不要過於深究。好，全高16.2米，重為7噸，全身的造型是一個可愛的水手服少女，有胸花，有迷你裙，還帶長髮飄飄。老樣子，我們從上往下看，先是頭部，整個頭部比起其他的 MF 很明顯小了一圈。從設計上來看，它保留了傳統高達的經典元素，又加入了獨特的柔美線條。這種線條的設計主要是為了減輕空氣阻力，提升高速戰鬥的機動性。而頭部的裝甲部分採用的是分體式設計，這種設計主要的好處是，哪怕部分受損，也不會影響其他裝甲。而裝甲的外層是輕型複合裝甲，用於防禦外部攻擊，而內部是緩衝凝膠層，可以很好的吸收衝擊力。在頭頂的位置是它的主攝像，前後各一個。屬於是高精度光學攝像頭，帶有360度的視野，可以無死角的鎖定目標，而且帶有動態追蹤功能，可以預判對手的格鬥動作。在主攝像的下方是一個 V 字形天線，其實它是狂戰士系統的專用天線，屬於是高感度，能接收外部的誘導電波，增強駕駛員的神經反應速度，順便發個狂。而天線本身也能釋放高能電波，用於增強駕駛員的戰鬥直覺。另外，它也有近距離加密通信功能，但比賽時一般是禁用的。而在 V 字形天線的兩側是火神炮，口徑為50mm，比起其他的 MF 會小10mm。
在威力上非常一般，主要是牵制对手的运动，让本机跟对手保持距离。在火神炮的下方是火神炮的散热风口。接下来我们简单拆一下，先把两边的装甲打开，可以看到散热组件，一侧2个，两侧4个，主要是头部的散热。这也体现出在正常状态下，它的高机动性已经需要大量的散热了。这里是它的双眼摄像，采用的是可变焦光学感应，同时带有红外、紫外复合感应，可以适应不同的战斗环境，比如沙尘风暴、烟雾状态、夜间状态都难不了它，而且可以进行高速移动战。在双眼摄像的下方是一个防御骨架，搭配面甲可以更好的防御头部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头部的后面，头发，对，像头发的部件。从头部一直延伸到大腿附近，名曰冷却翼片。听名字就知道冷却用的，这也是诺贝尔高达的标志性元素。在承担功能性任务的同时，也跟机体美学风格深度融合。在正常情况下是闭合状态，贴合机身的曲线，顺道辅助局部散热。而当狂战士系统发动时，它就会打开，这时候它的面积就会扩大到 3.8 倍。加速热量辐射，避免机身散热不足。我们把它掰开看看，可以看到整个部件外5内4，一共9片，材质为高导热记忆合金，表面覆盖着耐高温陶瓷镀层，而内部喷嘴会释放出冷却剂气体，形成主动散热循环。由于狂战士系统激活后，动力炉的出力会提高到 120%， 机身的温度峰值也会高达1200度。在冷却翼片展开后，能让散热效率提高 220%，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也避免了关键组件的烧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往两边看，手臂。先是肩部，整个肩部设计上是水手服的衣袖部分，而结构上属于是流线型分体结构，由3甲组成，通过肩部基座骨架跟手臂形成联动。在肩胛的顶部内置了一个姿势控制喷嘴，而下方就是手臂了。整个手臂由装甲包裹，采用的是轻型复合材料，这也能减重，很大程度提升挥拳的速度。打开外甲可以看到，手臂是多段式可动结构，肩关节属于是双圈结构，让动作可以前后侧方向活动。在上臂顶部带有一个旋转转轴，用于下臂左右变位。在上臂的内侧是管线，属于是能量传导管线，这是一条特殊的通道，可以将能量直接传输给武器，比如呼啦圈和缎带。至于这2个武器是收纳在哪里，我找了很久的资料都没看到，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是它的关节，关节为双关节，由缓冲条上下连接，做到手臂活动线位。而在下臂的内部由4根伸缩轴连接，出拳时可以增加威力，防御时可以吸收冲击。而整个手臂的动力系统是高扭矩微型电机，提供了高速拳击和擒拿动作，拳速比起普通的 MF 快了接近1倍，那景象我只能说多萌好样的。而当搭配狂战士系统后，可以直接飙升 120%。对于整个手臂来看，轻量化加柔细度，也模仿了人体的柔韧性，对于阿比连的体操式格斗动作得以完美的体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半身那个迷你小短裙。从结构上看，依然是前后护甲、左右侧甲组成，后方护甲带有一个缎带蝴蝶结的设计，四周是4个姿势控制喷嘴，在推进时可以做到方位控制。我们打开一下，可以看到内置了一个2字装甲，属于是柔性关节保护层，对上扭矩可以达到180度，下方有一个小舱门。我们也顺便再次打开一下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姿势控制喷嘴的接口。再往下就是腿部了，整个腿部用的是流线型轻量化装甲，也是分割式，在减少空气阻力的同时，也能帮助阿联比的体操式的高速移动。打开后可以看到整个腿部骨架采用的是矩形框架，这也是第13届高达武斗大会的通用基础结构，确保同期机体的兼容性。整个腿部长度占机身总高的 40%， 接近人体的黄金比例，可以拥有很好的自然运动协调性。
而腿部的驱动系统属于是超频引擎，这是新锐士的独有技术，让反引炉直接为腿部的电机功能跳过了传统的变压环节，减少了能量的损耗。另外，关节的内部还嵌入了液态的冷却导管，搭配上冷却部件，有效的防止高速运作下过热而烧毁。而当进入狂战士系统后，速度就会突破，关节的驱动会直接飙升到 2.4 倍的基准值。当然，时间也会有限制，5分钟之内必须决一胜负，一旦超过5分钟，就会导致永久性的损伤。好，最后一个脚掌，这是一个类似于高跟鞋的设计。当然，只要被高跟鞋踹过的人一定知道它的威力。但论地形适应度以及它又是高速动作型 MF， 我猜到大家肯定脑袋会有几个问号。好，这个问题回头我们在评论区聊。按设定上的解释，它的脚掌带有磁力吸附装置，可以有效的增强地面的抓合。接下来我们往后看，推进背包，这是一个隐藏背包，就收纳在背装甲的内部。装甲采用的是双滑动舱门结构，正常情况下会完全覆盖推进器，只保留了散热的隔栏。我们打开一下外甲，当狂战士系统启动时，装甲的液压轴就会向上撑起，舱门就会打开，而推进器支架就会向外伸出，这时候就会看到2个小型喷嘴。不过样子虽然是小型，但它的功效跟小型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在设定中，它属于是高推力喷嘴，用的是喷气发动机，在不用后燃器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音速，从静止到全速只需要3秒。在动画中就是用这个模式突袭了神高达，连反应的速度都没有。另外，喷嘴可以调节，角度为45度。在喷嘴的内壁使用的是抗高温复合材料，可以承受2200度的高温。另外，推进器也有内置合金冷却管，吸收的热量会通过冷却翼片排出，在动画中喷射过程中会带有冰晶的效果，那是因为它让空气中的水蒸气急速的冷却。另外，当推进背包展开后也会带来缺点，背后的防御率会下降 30%， 只要被直击就会引起燃料管的破裂。好，最后一个我们往胸口看，身躯。整个身躯的设计就是水手服形态的正体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胸口的缎带蝴蝶结，跟臀部的蝴蝶结一样，四周都内置了直视控制喷嘴。我们打开一下，可以看到2次装甲，这是一个柔性的缓冲层，采用的是纳米记忆合金。在胸口的下方是一个散热封口，直接跟外甲下方相连。我们再往里打开，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，这里是手臂的连接位，由4根纤维器连接，用于稳定肩部，同时缓冲方向的冲击。在胸口的位置是它的核反应炉，用于全身的功能。在核反应炉的下方就是驾驶舱了。当需要开启时，缎带蝴蝶结会左右部件向上收缩，舱门通过上方的活动轴会向上开启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而驾驶舱用的是机动轨迹系统，以高分子化合物战衣搭配纳米机械，就可以形成各种回路。透过这些回路，让驾驶员的动作可以完美的传导给机体。当然，各国之间除了标准模式以外，也会带有一点差异。比如新锐士开发的狂战士系统，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系统，它可以将机体的性能发挥到最高的极限，属于是征服装置，通过使用专用的发性电波启动。除了机体性能提升外，阿联比的身体能力也会提升，这也让机体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和速度，直接狂暴发动了连续的猛攻，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给敌人反应的时间。当然，对于阿联比来说也会造成巨大的负荷，而发动的操作离不开这台信号发射车。每当使用时，先是发动装置升起，启动发射装置，电波会直接传达到机体，而阿联比就会开始无法控制，所有的动作都会跟它本身的意识无关，接着就会处于失控状态，机体也开始展开冷却翼片，所有的输出就会提高到极限，最后就是虐杀模式了，以疯狂的输出压倒性的战力，直接把对方干趴下。另外，这套系统虽然不算违反规则，但这种模式也确实可以说是不择手段。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啊，神高达那个不是一样更变态吗？这真的不同，神高达是自我控制启动，而诺贝尔高达是违背驾驶员意愿。好，结果讲完，这么凶猛的机体，驾驶员也不简单。接下来我们看看驾驶员的部分。
阿联比比亚兹利，说起他就不得不提一下佢嘅威水史了。在高达武斗会的决胜赛中，第一回合就把新俄罗斯的大块头给拍翻了，而且只用了48秒。这位脱颖而出的女性高达斗士就是阿联比，她的年纪只有17岁，脸上带着些许的稚气，别看她一副小孩样，人家可是新瑞士军的宇宙军少尉。当然，这年纪这军衔，不管怎么说，看起来都有些奇怪。毕竟军旅的升级很不自然，但从身份上看，那就很好理解。他作为高达斗士，可是直接掌握着国家的命运的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一切都能说得通。也因为是高达斗士，所以他从懂事开始就已经被灌输了军队式的格斗训练。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，这只是军方强迫他去参加比赛的。这种比赛他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就像他对工作人员的那句话，但对于他的身份就必须接受军方的监视和约束。这也让阿联比对高达武斗有着强烈的厌恶感。他除了无止境的格斗训练外，还要作为狂战士系统的小白鼠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也可以知道其实军方看待阿联比就像 MF 的一个零件而已。少尉的身份也只是名声小堂，有名无实的头衔。由于阿联比平时没有自由的时间，他能做的也就是半夜偷溜，跑去游戏厅打打游戏。当时有一款叫做《战斗猛男》的游戏，属于是对战格斗式，操作方式跟 MF 几乎一样，只要你出动作，游戏就会展现出来。当然，游戏毕竟是游戏，不会有反馈系统，就是被揍了也不会疼，所以可以非常轻松的玩。而阿联比也是常客，他使用的是一个叫做白虎的女性角色，在里面已经创下了16连胜的成绩。就在这偶然的情况下，他对上了多蒙，两个人瞬间臭味相投。而对于两个人的游戏成绩也是平分秋色。这时的阿联比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格斗家是可以兴奋和热情的，也慢慢的体会到了战斗的乐趣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包含了类似初恋一样的情绪，而这份情感随着时间也慢慢的越来越深。好，随着一台特色的机体、特色的驾驶员，这个组合在 GF 大赛中打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看机体战役部分。第一战对战金刚石高达。在决胜赛中，面对比自己大的金刚石高达，诺贝尔高达直接放大招，狂战士系统直接启动。就在阿鲁哥还惊讶着这是什么玩意时，诺贝尔高达一个冲刺抽出缎带，直接把手。全程赛时只有短短48秒，胜负已分，比赛结束。由于体型差异很大，加上这个结果，诺贝尔高达直接打出了名堂，也成了民众的焦点。报纸上直接吹爆，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，气得娜塔莎直接把鞭都掰断了。连黄润发都说，这么厉害的斗士竟然看走眼了，这么厉害的角色让他对付多蒙就对了。紧接着第二战对战神高达。就在上一场比赛结束后，阿联比跟往常一样偷溜出去游戏厅，在一次游戏对决中认识了多蒙。由于两个都是高达斗士，而游戏的原理也差不多，最后两个人在没有分出胜负时，由于游戏机爆炸而停止，两个人都有点意犹未尽。而在第二次偷溜时又碰到了多蒙，也说出了心里话。由于一直都很抗拒战斗，但这次不同，因为这次的对手是多蒙。游戏未分出胜负，那就武斗会上一决胜负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比赛的当天，两人也摆好了架势。阿联比也威胁了工作人员，什么乱七八糟系统，别来碍事，我要正常的单挑。但对于赫尔本来说，我要是听你的，我就是狗。就这样，随着黄润发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，两人开始快拳猛攻。诺贝尔高达一个后跳射出呼啦圈，神高达直接抽刀格挡，然后两个人继续体术进攻，真的是打得有攻有闪，也都享受着战斗的乐趣。而时间也超过了1分钟。赫尔本看不下去了，谁有兴趣看你享受？我们只要赢啊！就这样，狂战士系统启动。就在阿联比打得正兴奋时，突然全身电击，脑袋崩裂。随着阿联比的眼睛一红，诺贝尔高达头发散开，凶残模式开始。而此时的多蒙还没反应过来，诺贝尔高达已经开始全方位攻击了，每一拳都是那么的毫无感情。最后一拳把神高达直接打飞。看着诺贝尔高达这种状态，多蒙好像也明白了什么，
就你有这乱七八糟系统是吧？真当我后面6根是法棍吗？我也有。此时神高达启动了超霸模式，一开始还想着用嘴遁的方式试图唤醒阿联比，但没有用。诺贝尔高达直接一个掌压就射了过来，而神高达直接对抗。为了可以把阿联比打醒，多蒙发动了红星之王，一个爆热神掌直接把诺贝尔高达的攻势逆转的压了过去，狂战士系统直接崩溃，而阿联比也恢复了意识。好好的比赛就这样结束，太可惜了。阿联比还想继续赛事，但因为机体受损，体力也不行，最后也就倒了下去。不过这场赛事他很开心，哪怕是输了也开心。接下来是第3战 2v2 双决战。经过了上一场的赛事，发现打击不了多蒙，黄润发又想到了一个新的玩法，假借赛场修理为由，让2场赛事同时进行。对，也就是在一个场地同时进行2场赛事，不接受就当弃权，这也间接成了双打的模式。多蒙当然会接受，阿联比只要跟多蒙一起，他就什么都行。就这样，随着机动轨迹系统的启动，两人摆出了一个热血的 pose 后，比赛正式开始，双击直接冲刺，但神高达却直接倒下了，而阿联比也因为分心被揍了一拳。神高达完全不能动，这也是黄润发的阴招，超重力立场，也就是在赛场底下安装了一个强力的电池，因为范围小，只安装在神高达的必经路上，其他机体不受影响。而这场比赛也演变成了2打1，由诺贝尔高达一击战斗，先是直接抛出断带攻击，但阿修罗高达直接分身躲避。就在阿联比还在思考着怎么办时，骷髅高达直接背后攻击。正当阿联比想反击骷髅高达时，阿修罗高达的分身直接绑定了诺贝尔高达双手，然后骷髅高达直接一口浓痰把阿联比喷得哇哇大叫。就这样2打1的模式下，诺贝尔高达撑不下去了，在双方的围攻下直接倒地。看到了这一幕，多蒙也火了，超霸模式开启。而此时诺贝尔高达也冲了过去，握住了神高达的手。由于之前阿联比在神高达的驾驶舱内装了一个小晶片，也因为这个小晶片此时此刻起到了共鸣作用，两机同时使出了双击爆热神掌，直接左右夹击把对方捉爆。比赛结束，气得黄润发把百利兹都摔断了。我很肯定，那肯定是百利兹。好，最后一战第4战搭档战。这次的赛事也是2v2，但已经是传统意义的2v2了。由阿鲁哥搭配死对头安东尼，多蒙搭配阿联比。黄润发依然有着他的小心思，他自己也搞了一台狂战士系统，也问出了阿联比的脑波频率，打算玩场大的。就这样，比赛开始。阿鲁哥为了可以跟多蒙1v1，直接一招大地粉碎机，把无关人员分开，这也符合多蒙的意思。就这样，比赛开始。而诺贝尔高达开始爬着石头去找对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润发发动了狂战士系统，阿联比直接失去了意识，站在原地爆气。由于这个影片主要讲的是诺贝尔高达，另一边的战场这边就不细说了。总之就是多蒙打得很激烈，阿鲁哥拼了命的打，这也让安东尼感受到了真相，最后化解了双方的仇恨。就在大团圆结局的时候，爆气的诺贝尔高达来了，直接8神附体冲了过来。在关键的时刻，安东尼冲上来帮阿鲁哥挡下了致命一击，直接炸毁下线。赛事结束。好，看完了诺贝尔的正规赛事后，我们回顾一下他的武装部分和招式。第一个，光束断带，从名字可以知道，光束为实，断带为形态，这两者的属性结合也让这个武器变得很特别。由于可以借由控制出力来自由改变形态和长度，所以它有很大的弹性。面对复数敌人时，它可以直接挥出，阻碍对方的行动。当要远距离拉扯时，它也可以直接绑住对方，强制拔取，也可以当边类武器直接甩打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武器光束呼啦圈，同样从名字也能知道，光束为实，呼啦圈为形态，跟光束断带其实差不多，唯一不同的是，由于它本身的作用，所以光束的能量模式比较固定，保持在圈形的状态。而这种形态不但可以跟圆盘一样高速回旋，而且投出去时，由于离心力和本身的高出力光束，可以非常简单的把对方一切两断。
算是一个中远程的武器。接下来是必杀类了，狂战士形态。它不属于实体范畴的武器，而是直接把阿联比的战斗力提升，机体的能力输出也拉到了极限。这种疯狂的模式可以说机体本身就是必杀，有点像EVA世界里的那种失控的状态，能在48秒内直接秒掉金刚石高达，听起来就很恐怖。重点是被秒了，对方还没反应过来。最后一个算是合作类必杀，由于阿联比在神高达的体内放了自己国家的晶片，所以起到了一种很特别的共鸣。在神高达使出爆热神掌时，诺贝尔高达也一起可以施展，掌法的形态很类似，同样的口号，同样的攻击方式，最后都是举起来爆炸。好，本期解析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说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视频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实验，我们下期见。